大家好，我是肉唐僧啊。这两天我发现一件大事啊，就是在这个 Polymarket 上，2028年美国总統大選啊，誰會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中勝出啊？就這個就是盤口啊 ，AOC 已經超越了紐森，爬到第1名去了啊，簡直不敢想。哎呀，我真是煩死這個小丑了哈！就是對這個 AOC 啊，早就產生了這種生理性厭惡啊。當然，我討厭他。主要還不是因為他的左，而是他的蠢。他的這個蠢話真是一籮筐一籮筐的啊！比如說到氣候，因為他是個文化左嘛，一開始他說啊，如果不趕緊上措施啊，趕緊搞環保，地球在12年之後就要完蛋了啊！這個12年也不知道他怎麼算出來的啊，說要趕緊上措施。怎麼上措施呢？他說啊，要處理放屁的牛。哎呀，你看這話說的好像有不放屁的牛似的啊。然後再比如呢，就是有這個記者說啊，說最近這個美國啊，這個發生了通脹啊，這通脹你看有什麼辦法解決啊？他說這個通脹啊，是企業哄抬物價，是資本家對人民的精神操控啊。你說他對通脹是這麼個理解啊？這是經濟方面哈。那麼地理呢，當然也很差啊，美國人地理都很差，這個我也能原諒你，但是。你作為一個波多黎各裔啊，不知道委內瑞拉在赤道以南還是赤道以北，這是不是也過分了，對不對？這個說到他的蠢哈，就是我又想起今年初不是開了個達沃斯峰會嘛，對不對？達沃斯峰會開完之後呢，這幫人又跑到慕尼黑，有很多人跑到慕尼黑去參加這個安全會議哈。民主黨這邊就2028年有志於這個總統競選吶，你比如說。加州州長紐森啊，密西根州的這個州長惠特默啊，這都去了啊。那 AOC 也去了，但是 AOC 沒去這個，就是達沃斯，他直接去的第2場啊，就是這個慕尼黑這一場。那就是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你想當美國總統，像這種級別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啊、達沃斯峰會啊這種級別的場合，你就得去刷一些存在感，對不對？像這個頭頭腦腦啊，世界各地的這些頭面人物啊，展現一下啊。你作為未來世界領袖的風采，結果就在這樣的一個場合下呢 ，AOC 連續翻車，這個採訪嘛，對不對？問說你支不支持這個增加對富豪的累進稅啊？他烏里馬里不知所云，就是全是政客的一些口水話，但是呢，就是完全沒有內容哈。這個就讓我想起了這個上海封城的時候啊，封城的時候，這個就是有一個上海人呢，就是。做了一個行為藝術啊，就他在他們家，放了個高音喇叭，然後呢，他就把這個一個文件啊，就是這個社區的文件，用軟件把它打散，就是整個的語序全部打散，全是你聽着全是這個，就是共產黨那些屁科哈啊，就什麼在這個黨的領導下呀，什麼亂七八糟這些，就全這些屁科，但是呢，就是把它打散了，他用高音喇叭播了整整半個小時，沒有人發現他這個做了手腳啊，就是說 AOC 就是這樣的一些，你可以把它理解為這樣的東西啊，烏里馬里全是政客的套話，但是一點實質內容沒有，一點邏輯沒有啊，這個是成為網上的一個梗。然後呢，就是又有一次呢，就說問他，如果大陸打台灣，美國會怎麼辦？他當場宕機21秒啊，就是這個現在網上還有這樣的東西，就是太尷尬了哈。The U.S. actually commit U.S. troops to defend Taiwan if China were to move? I think that this is such a, I think that this is a 太尷尬了，就類似於這個，他這個21秒比我們這個，包子去訪問俄羅斯厲害啊！這個包子上去俄羅斯之後。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有個女記者就問他說：“你們現在中國和我們俄羅斯關係這麼好啊，這麼親密，是不是想這個就是拿我們俄羅斯當籌碼去在美國面前就得到一個更好的條件呀？”就問了這麼個問題哈。你這個你就想想就是不是啊？我們中俄友誼啊，這源遠流長啊，什麼革命先輩，你們這嘴上的套話嘛，對不對？哎，就是也是習近平也是卡殼了好長時間，但是遠不到21秒哈，早在10秒鐘
左右啊，10秒到12秒左右的时候，就掏出个小本本哈，然后再翻，就看看有没有答案，小本本里有没有答案。那这個 AOC 呢是當機就是21秒。不過呢 ，AOC 最雷人的是這麼一件事啊，就是說在2018年，這個亞馬遜呢要在紐約建第2個總部啊，就是這個 AOC 就是紐約人哈，他是從紐約選上來的這個聯邦這個眾議員的這個議員。那亞馬遜呢就要在紐約建一個第2總部啊，說我們能創造3.5到4萬個工作崗位，到2045年之前，就是這麼個20多年時間哈，就我們能為紐約州啊創造245億美元的收入。那麼這個就是紐約州就很高興嘛，對不對？就說啊，如果你們來，我們減免你30億的稅收啊，就地方上嘛，對不對？就是招商引資，你肯定要給點這個稅收減免嘛。哎，AOC 反對，他說亞馬遜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企業了，我們為什麼要送錢給他啊？這個那就不送就不送唄，對不對？就不許減免，那這個買賣就沒談成哈，買賣沒談成，亞馬遜走了。亞馬遜走了之後 ，AOC 高興壞了 ，AOC 說，哦耶，我們省下了30億啊，我這30億呢，我們可以用來修地鐵，可以用來雇老師。哎呀，這個，然後呢，就後邊就是有很多人跟他解釋說，這個就是亞馬遜走了之後啊，你沒有30億啦，就是你這30億是人家來了之後就是減免30億而已，不是說你真有30億現金。這個事 AOC 老師就聽不懂啊，是不是？就比如說我說 AOC 老師，如果我中了6合彩，我送你1個億，你就已經是億萬富翁了嗎？顯然不是嘛，對不對？就這麼簡單個事兒，他就聽不懂啊。那麼這個 AOC 呢，以前一直是個文化左哈，就是什麼取消警察呀，身份政治多元吶，什麼非法移民趕緊進來啊，就這些啊，性別多元 LGBTQ 就這些東西啊。那從去年9月份開始才改投桑德斯。那今年呢，我早就說過好多次了，就文化左這一支呢大勢已去啊。所以說 AOC 因為我知道他是個文化左，因為他出來說蠢話，全是什麼環保啊亂七八糟，所以我一直沒正眼瞧他。那即使去年這不9月份改投桑德斯之後，因為他實在是太蠢了嘛，所以說我堅信這個人絕不可能成什麼氣候。他說就是8月初啊，不是8月初，8月8、9號啊，就是左右，他爬到紐森前面啊，成為賠率第1的202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這個真的是讓我驚掉了下巴啊。那今年6月末呢，就是萬斯在一次節目當中說，他說民主黨建制派已經沒有能力像2016和2020年那樣摁住桑德斯了。他說這次代表民主黨出戰的肯定是 AOC， 不會是紐森。這個是萬斯在一次這個公開節目當中說的。我以為萬斯就開玩笑哈，就是用這個來說明哈，說你們民主黨有多爛。但是萬斯說了這個話之後，僅僅1個月啊。就正好紐森那邊不是受調查說他媳婦有貪污，然後紐森就掉下去了 ，AOC 就漲上來了，現在就排第1了。那雖然就是我對他的厭惡哈，就已經到生理性厭惡的程度，不過呢，我今天啊，在他賠率20%的時候啊，就還是下了100美元啊。當然這個只是賭他能在民主黨初選中獲勝，我絕對不相信他能夠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啊。如果說美國第1位女總統是 AOC， 那這個燈塔國就快點熄滅吧，這個世界也就毀滅了啊！我受不了了，這肯定受不了啊！那這個按說呢，這個美國大選還早着呢嘛，對吧？後年，我現在目前只關心參議院的中期選舉。那為什麼我要就是今天我來說說 AOC 呢？因為關於今年的這個中期選舉，我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個解釋框架啊，和這個現在的這個中文自媒體啊，所有的中文自媒體和絕大多數的這個就是英文的這個美國那邊的這個主流媒體啊、自媒體都不太一樣。那我的這個解釋框架呢，就是經濟左的一支，也就是桑德斯啊、社民黨的這一支啊，在這次會崛起，而他們在這個中期選舉上獲勝的最大的法寶就是地推啊，這是我就提出的這樣的一個解釋框架哈。那麼這個為什麼就是我會提出這樣的一個解釋框架？原因有2個，之前都說過。第一個就是千禧一代，就是1981年到1997年這一代啊，這個是千禧一代，和已經有投票權的 Z 世代。這所謂有投票權的 Z 世代，就是
1997年一直到2008年嘛，对不对？2008年出生的，现在有18岁了，就有投票权了哈。那么就加起来，就相当于1981年到2008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就是在美国选民当中占到了40%，也就是说，这个是首先这是一个就是桑德斯一派在今年崛起，它首先是一个選民的年齡結構問題。就是有40%是年輕人。第二個呢，就這部分年輕人啊，正好趕上了布雷頓協議垮台，對不對？1971年垮台，然後呢，貨幣大量超發，然後又趕上了證券電子化、資產證券化，兩樣東西一結合，錢多，然後呢，資產端的這個流速又快，那麼這個就是資產的泡沫就起來了嘛。然後呢，就是美國這幫80後在大學裡邊又趕上了這個文化馬克思主義，貸款啊，我貸款上大學，學了一肚子垃圾，畢業之後發現自己狗屁不是啊，然後又發現呢，資產價格、房子啊、股票啊都高到天上去了，根本買不起。所以說用彼得蒂爾的話說，就是說如果資本主義制度和他們沒什麼關係，那他們並沒有什麼股份，那他們為什麼不打向社會主義？是不是啊？就這麼個話嘛。所以說今年的這個中期選舉呢，不僅是一個選民人口結構的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制度面臨清算的問題就是說一人一票。自由發鈔啊，就是沒有哪個政客能抵擋住發國債、搞福利來買選票這樣的民粹把戲，對不對？所以說，所有的民主國家都負債累累，這個就是根本原因。那麼到現在，債務到天上去了，還債的責任誰來還？不還這日子過不下去了。那憑什麼你們這些人，就81年出生以前的這些人，就是說各種禍國啊，然後現在還債的這個責任落到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人頭上，他們當然不幹嘛，對不對？於是呢，就是他們就要求洗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啊。這萬斯也說，他說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就不要怪年輕人倒向社會主義啊。這個是總體的這個，就今年這個就是這個 DS，就是這個社民黨啊，社民黨這支桑德斯這支為什麼就是會崛起？那麼這個社民黨呢，就是經濟左這支啊，它其實有很多組織，但是最大的就是 DSA 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很多次了，我們就是以這個 DSA 為例啊。2016年川普第一次贏得大選的時候呢 ，DSA 只有8000會員，現在是多少？12萬。那你可能會認為12萬也並不多，但這個只是美國眾多社會主義組織中啊，這是最大的一支哈。那在今天的美國啊，就是主張搞歐洲社民黨那一套的人啊，遠不止12萬，而且呢，這些人還有很強烈的這個裂變效應。那這個裂變效應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我們中國人肯定就很熟悉嘛，對不對？就是共產黨員啊，就是先是培養基層骨幹，然後呢栽培積極分子啊，這由這個基層骨幹和積極分子聯手再去發動群眾，對不對？這是每個中國共產黨員的看家本領嘛，對不對？那麼現在這個又互聯網啦、大數據啦，那社會主義者們也與時俱進啊，他們就用大數據啊，這個鎖定目標人群，上門拜訪，然後呢就是傳回這個表格啊，這個數據對目標客戶的信息啊進行這個修訂，調整下一次話術，然後投票前夕呢就是再去打電話，甚至上門提醒，一定不要忘了去投票喲啊，是這麼一套，所以這一套辦法非常有效。所以說這個就是馬木達尼，我們就拿這個馬木達尼這個競選紐約市長為例啊，紐約市的這個 DSA 就是地方分舵啊，紐約市的這個地方分舵 DSA 註冊成員只有1.5萬人，但是在這次馬木達尼的這個選舉當中，他們負責組織、協調、培訓、數據分析，硬是建立起一支超過10萬人的志願者大軍。這10萬人幹了什麼？他們敲開了紐約市300萬戶的大門，每家都去敲過了，並且打了450萬通電話，就是這麼多邪乎啊！所以說這個馬木達尼當選真是不是開玩笑的啊！就是在這個馬木達尼剛宣布說我要參選紐約市長的時候 ，Polymarket 上給他的賠率是多少？只有1%點幾，不到2%。所以說他就活生生靠這個地推這個就贏了對手。那雖說這個地推呢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啊，但是今年的地推啊不一樣了，它有4個非常顯著的變化。第一是有組織、有培訓、有回饋、有改進，轉化這個目標用戶的效率非常之高。第二呢，就是自乾五的規模極為龐大，動輒就上萬人敲門啊、打電話，都是上百萬啊。
第三呢，就是他注重網絡宣傳，馬穆達尼在這個 TikTok 上就自己就是個網紅啊。第四就是我前面說的這個強大的數據服務能力啊，就是這個幫助掃街大軍哈，這掃街的這些人精準找到目標對象。那麼今年的這個 DSA 他們這個掃街呢，就是這個桑德斯這個經濟組這個掃街，就像美劇一般都是有個癱瘓的人坐在輪椅上啊，就是操縱各種電腦啊，这个就是然後指揮就是這個前面在現場跑的這個特工啊，到前面左轉啊，到這個右後方9點鐘方向，這個就是有個壞人啊，你要注意，就是類似於這樣哈，就是那個 DSA 呢，就相當於是這樣的一個就坐在輪椅上的人哈，來指揮這些掃街大軍啊，所以這個組織協調能力啊和之前這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那麼所以說我們看到馬穆達尼勝選之後啊，就是緊接着美國各州的這個行政官員和議員的這個補選啊，特別選舉當中，民主黨直接打了共和黨一個26-0。那還有一個例子，我也反覆提及，就是這次德州參議員選舉啊，民主黨初選，克洛克特和塔拉里科大戰哈，這個僅僅是民主黨黨內初選啊，兩個人的地推團隊竟然比上一屆選舉多推出了100萬張票，近乎翻倍啊，就這麼這個地推啊。就誰有了地推，誰就這麼邪乎。那還有一件事呢，就值得提一下，就川普他們家現在這個就是海湖莊園嘛，對不對？在佛羅里達，這佛羅里達是個傳統紅州嘛。但是這一次啊，川普家所在的選區這個議員竟然也被民主黨翻轉了哈。當然，這個我也並不是說桑德斯派啊能夠贏下所有的黨內選舉，我也沒說我預測的勝者也都是桑德斯派，不是這樣。比如說德州的這個塔拉里科，他就不能算一個標準的桑德斯派，桑德斯也沒有背書塔拉里科。但是德州的例子呢，在我的這個邏輯框架下還是成立的，因為塔拉里科的對手啊，克洛克特是個標準的文化左。那我的觀點就是說，今年就文化左、文化馬克思主義這一支會被血洗，他們的表現啊，甚至要比民主黨的建制派還要差啊。這個，那我推出這個預測模型之後呢，就當然有人不服氣啊。前兩天有個人給我留言說，問我說，那你怎麼解釋威斯康星州的州長選舉啊？這個威斯康星州這個州長選舉呢，這個黨內初選前兩天出結果了哈，這個他也是社民黨和這個建制派那邊哈各出一個候選人。社民黨這邊呢是亞裔啊，姓洪，建制派那邊是個男的黑人叫克勞利啊。這種選前大家一致看好洪 ，Polymarket 上的賠率呢最高衝到了97啊，那是個沒有競爭性了嘛，對不對？但是洪呢最終還是輸了，就是那不就是克勞利這個建制派贏了嗎？對不對？那麼威斯康星州這場這個州長的民主黨黨內初選，算不算建制派戰勝社民黨？算不算這個就是拜登路線戰勝桑德斯呢？並不能。為什麼呀？首先啊，洪啊，就這次這個代表激進一派就是參加這個威斯康星州長選舉，這個他其實不是個經濟左，他是個標準的文化左。因為他從政以來啊，他最上頭、最熱衷的政治議題是什麼？取消感恩節啊，就是說不過聖誕節，是這個意思啊。就是說要在白人的這個裡邊呢，就是取消這種佔據文化主導優勢地位的基督教，他是這個意思啊。然後呢，就是不許有警察啊。那這只是說這次選舉，他看這個全國的大勢啊，桑德斯一頭熱得不行，所以他是現披了一個經濟左的馬甲啊，就是冒充社民黨去了啊。那雖然他是威斯康星 DSA 地方分支的成員啊，算這個算地方糧票，但是 DSA 全國總部和桑德斯本人都拒絕背書他，這是一個，就是洪他不是個標準的桑德斯派，桑德斯本人都不背書他。其次呢，克勞利那邊他頂着個建制派的腦袋，這個標籤，但這個是因為什麼呀？是因為民主黨的大佬就是舒默呀，然後這個。就是威斯康星的州長都背書他，但是我們看他的競選綱領就是桑德斯那套，這個富人徵稅啊、全民醫保啊、什麼什麼這些啊，所以說我們看這個洪呢，他有點像哈里斯啊，這哈里斯這個當副總統的時候號稱邊境沙皇嘛，對不對？你就在他的主導下放進了1000多萬個這個非法移民，所以拜登退選，他臨時接替之後啊，他也馬上就意識到。他自己文化左這一套不行，所以說這個就是馬上披上經濟左的馬甲，講可負擔啊什麼，就更絕字不提這個
這個什麼身份多元化呀、價值多元化、性別多元化，也只字不提。但为时已晚，这个哈里斯身上文化左的负资产太多了哈。这个我们就是用哈里斯的这个例子啊，来解釋一下威斯康星州的這個紅啊為什麼會敗，因為它是文化左的底子，然後就現披了個經濟左的馬甲，沒有被桑德斯認可啊，是這個意思。那麼 AOC 呢，就跟這個紅呢，就也是一樣，他以前也是個文化左，然後去年才改弦易轍啊，就投到桑德斯帳下。他跟紅不一樣的是什麼呢？就桑德斯認可了他哈，而且呢，就現在基本上可以確定，就桑德斯把自己的衣缽就傳給這個 AOC，因為桑德斯80多歲了嘛，不可能再競選總統了哈。那麼現在呢，就是這個美國的國內競選，這個中期選舉搞到今天，這個初選都差不多結束了啊。那麼國內絕大多數的自媒體，或者說是幾乎所有的自媒體啊，就是沒有對民主黨黨內現在的這個經濟左和文化左進行區分，而是籠統的把民主黨黨內的這個派系，就歸為建制派和激進派的兩派之爭。那其實是三派嘛，對不對？建制派、文化左、經濟左，其實是三派。你如果連分類都搞不清楚，那你的解釋自然就會出問題啊。所以說，請允許我在這兒就再強調一次啊，就是這一次民主黨內掀起的浪潮是專屬於經濟左的，是專屬於桑德斯的，是專屬於社民黨的啊。退潮的，就是洗碎的，恰恰是主張身份多元化、價值多元化、性別多元化的文化左啊。文化左這次的這個表現呢，甚至都不如建制派啊。好，前面說了一大堆哈，我們就轉回來哈，說回我前面提的問題。就是2028年總統大選大老遠了，為什麼我現在要關注 AOC 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啊民主黨候選人的賠率？因為這個中期選舉啊，它是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我現在做的工作，它只是預測黨內初選；第二個階段呢是預測哪個黨會贏，對不對？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事兒。你在第一階段呢，就是你有個大框架啊，就是說經濟左啊，能戰勝建制派，能戰勝這個文化左，然後呢，就是說結合民調賠率、資金、候選人個人情況以及誰在為他做地推啊，然後呢，就是根據這幾個參數哈，就是總體來推一下，就是在各個州進行調整。那麼今年呢，就是還要考慮另外一個重要的參數，就是候選人對以色列的態度。我舉個例子啊，就是怎麼在這個不同的州哈，就做一個具體的微調。比如說之前呢，我們介紹過伊利諾伊州，伊利諾伊州的這次民主黨黨內初選呢比較複雜，它一共3個人，2個是這個激進派啊，就是斯特拉頓和凱利啊，這個2個激進派對陣1個建制派拉賈。那因為2個激進派它要分票嘛，對不對？所以說賠率市場一開始就給了拉賈比較高的賠率，而斯特拉頓和凱利2個人，他都是雙料左，也就是既是文化左也是經濟左，他倆也都沒有得到桑德斯的背書，所以說這就是很大的問題。我就說我要說一句啊，就是截止目前獲得桑德斯背書的聯邦參議院這個候選人都贏得了民主黨黨內初選啊，是吧？這是民主黨這頭，那頭也一樣，就是獲得川普背書的聯邦參議院候選人也都贏得了共和黨黨內初選，但是最終呢，這個就是伊利諾伊州哈，就因為這個桑德斯沒有背書任何一個人，最終還是這個贏家是斯特拉頓啊。那拉賈為什麼要輸啊？這就要說到另一個參數，就是這3個這個候選人當中啊，拉賈是相對比較親以色列的，這在今年就是個軟肋啊。所以說今年的這個第一階段啊，也就是民主黨黨內初選啊，就是比較好猜，說實話比較好猜，有桑德斯背書，那基本就穩了啊！就我只是說參議院哈，就是那眾議院呢，這個桑德斯背書也非常有用。那麼如果一個人桑德斯沒背書，他不是傳統的經濟左怎麼辦？那就要看他的這個競選理念和經濟左有多少重合度，對不對？就我沒有你這個社民黨的這個名分，因為我背了你這個社民黨名分呢，我就有個社會主義者的這個就是帽子嘛，對不對？這個不利於你自己以後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就有所抱負。那麼就是我不承認我是個 DSA， 但是呢，我提的這些主意啊，就是什麼全民醫保啊，這個助學貸款減免啊，然後這個就是固定的這個收入啊，就是基礎收入啊，然後再加上這個
征服人的岁月就沒法做這些，但是就是我是有其實而無其名啊，是這個意思哈。然後呢，就是說你就看這個人呢是不是一個實際的這個 DSA 哈，即使沒有桑德斯背書的啊，那這是第二步。最後要看一下這個人啊對以色列是個什麼態度哈。那麼今年呢，就是說在民主黨這頭啊，以色列這3個字幾乎就是沾上死愛上亡。截止目前哈，就是說民主黨就是黨內已經搞了這麼多次初選了啊，親以色列的候選人沒有一个人在聯邦參議院的黨內初選中戰勝對手，就是說所有州啊，就是今年35個州，當然沒選完哈，就截止到目前已經完成了。比如說有倆人，這個就是在這個某個州裡邊，就是這個在民主黨黨內就是競選哈。一個比較親以色列，另一個比較反以色列，反以色列的人都贏了哈，這個是參議院。而這個在聯邦眾議院的黨內選舉當中啊，這次的 AIPAC 啊，就是美國以色列這個超級行動委員會啊，他下場助選了19場，就是主要給錢啊，就是說就是給了19個人啊，只贏了其中的6場。往年 AIPAC 的勝率是多少？都在90%以上，甚至95%啊，就好的年份都95%以上。今年19場只贏了6場啊，1/3都不到。那黨內初選階段啊，就說這個就第一階段基本上差不多了哈。那麼就是我呢，之所以預測的勝率這麼高，就是因為我看懂了這裡邊的邏輯。就是今年啊，民主黨的大勢就是伯尼黨，伯尼黨就是社民黨啊，就現在美國媒體給起了個外號哈，就是桑德斯叫伯尼嘛，叫伯尼的黨，大戰建制派。啊，這個大戰文化左，文化左徹底洗洗睡，這個就是今年民主黨的大勢哈。那這個也是黨內初選的邏輯。那麼最近這段時間，上個禮拜吧，那個布魯金斯學會出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民主黨造反派贏在經濟話題上，而非文化話題上”啊，你看是不是啊？這造反派就是指激進派嘛，激進派當中的這個經濟一支贏了，文化這一支呢就輸了啊，和我差不多一個意思啊。但是到了11月，這不是第二階段嗎？他不是民主黨人在關起門來狗咬狗了，而是民主黨裡面選出一個勝者走出去和和這個共和黨比拼。那這個時候勝負的邏輯就不一樣了哈。如果你只看民調和賠率，就不足以做出比較高質量的預測。所以我們還需要知道，就今年啊，桑德斯這一派啊，也就是伯尼黨啊，在民主黨這塊蛋糕裡邊佔了多大一塊啊？就是現在呢，就是我們現在第一階段只是說，就是社民黨占的這塊比別人占的那個多就行，具體的多大我無所謂。但是你走出去跟這個共和黨去比較輸贏的時候，我們就需要知道量化啊，我們就需要知道它到底有多大這一塊啊。所以說呢，既然這樣的話，那麼2028年就現在啊，2028年總統大選，誰能贏得民主黨黨內初選的這個賠率啊？就看看這個。代表桑德斯出戰的這個 AOC，它是現在的賠率是多少？哎，這就是個很管用的指標了，對不對？當然呢，比這更好、更直接的指標呢，我還在找哈，這個就是要綜合分析啊，才能有這個比較好的成績。那雖然說前面我說了，我說今天在 Poly 上下了$100啊，就賭這個 AOC 最後在2008總統大選民主黨黨內初選當中啊，就是能夠獲勝，但其實我並不看好 AOC。這個就是獲勝的這個前景哈，我只是想等它賠率漲到30%啊，40%就拋算去了啊，就是只要它的這個賠率漲到40%，因為我是20%買的嘛，進倉建的倉，那我就相當於贏了100%啊，就是吧？我就做過這個波段啊，是這個意思。不過呢，我心裡還是希望他能勝出，因為如果萬斯對的是他的話，那萬斯贏面可就大多了，對不對？就是說，就為什麼說我不看好 AOC 能當上美國首位女總統呢？原因有以下4個吧啊。就第一，這個人真是太蠢了，實在是太蠢了哈。就是有些事情我們只是意見分歧哈，這個就是觀點不一樣。還有的人就是真的是智力上，你跟他就是有這個老麼深一個鴻溝啊。就是你站在這個喜馬拉雅山上，他站在這個潛在這個馬里亞納海溝裡邊啊，這個智商就差這麼多，所以你還談什麼觀點？你蠢成這個樣子，你還有啥觀點可言啊？這是第一啊，這個人真是太蠢了。第
第二呢，就是他不是2025年3月份才投的桑德斯吗？以前呢文化左的黑料说不要警察呀什么这些，然后说要把放屁的牛给处理掉啊，就这些文化左的黑料一抓一大把啊，这包括他在慕尼黑2次访谈当中的出丑20秒钟的这个沉默啊，这个是这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Polymarket 上的赔率啊，和民調相差甚遠。就赔率上，它现在是第1名嘛，但是民調呢，這個就是它只排第3，前2位的還是哈里斯和紐森，說明這個 AOC 呢還是缺乏全國的知名度。那麼這個民調數據呢也顯示啊，就是如果說民主黨內的這個就是競選人啊是哈里斯、紐森布迪吉格就是那個這個同性戀的一個部長哈，現在也這個川普一上台把他開除了。那個就是哈里斯、紐森、這布迪吉格和 AOC 這4個人如果分別去對戰萬斯的話 ，AOC 獲勝的可能性是最小的。這也是我為什麼說希望他能代表民主黨出戰哈，那方便萬斯就戰勝他們哈。那麼第4個呢，就是說比較重要了，就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啊，就是他有個權利，就是2028年黨內初選在各個州開始舉行啊，就是他有權利就是那個就給排個序，就先在哪個州，後在哪個州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就2028年這個黨內初選呢，就是做了這樣的一個排序，前6個州就是南卡、內華達、新罕布什、新墨西哥、密西根和弗吉尼亞這4個哈，這6個都是伯尼黨非常難贏的。那這6個先出場呢，就相當於是老運動員嘛，對不對？給後面的全國打個樣啊，是壓陣腳，是這個意思。為什麼是這6個州先出場打個樣啊，壓個陣腳？我們就以南卡為例哈，南卡呢是位於聖經帶啊，就黑人比例比較高，這個尤其呢是信仰新教的這個皈依新教的福音派的這個黑人也特別多。那麼在當地呢，這個黑人教會的網絡也很發達。那現在啊，就說你讓這個黑人去投票哈，超過1半的黑人啊，就是大多數的黑人還會去投民主黨，但是他們只認民主黨建制派啊，就是投民主黨建制派是一回事，你讓黑人去投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可能性就很低了哈，這是2回事了。說之前呢，就我在得到也說過，說這個皈依了福音派，這個是皈依了新教的這個黑人，反而在價值觀上比較保守，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念的這個接受度非常低。那就是說，你可能會說，哎，這個密西根的那個薩耶德不是贏了嗎？對不對？密西根不也是黑人多嗎？為什麼就是說這個就是你怎麼解釋啊？因為如果密西根黑人不多的話，為什麼他能排進前6？這樣的一個這個早期州嘛，對不對？那麼就前面6個，密西根就是第5個嘛，第5個就是密西根啊，是這個意思。為什麼說就是密西根能夠就是排到就是前5哈？因為排序的時候，民主黨建制派根本想不到薩耶德能贏啊，就是沒想到，總覺得斯蒂文斯肯定是斯蒂文斯贏啊，就是因為斯蒂文斯拿到的錢是薩耶德的20倍啊，就這個就薩耶德還贏了啊。而且呢，就即使是在密西根哈，薩耶德的對手那個斯蒂文斯啊，也確實是贏得了更多的這個黑人選票，就黑人去投一個就是主張社會主義的這個薩耶德，這樣的人很少。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唏噓感慨，對不對？美國現在在滑向社會主義泥淖，在這個過程中，誰去伸手拉了一把？是黑人群體啊，這個就是尤其是皈依了基督教的黑人群體，那他們呢就不論是窮還是富哈，都是這個趨於保守的這個越來越多啊，是這個意思。所以這看着就很有意思啊。好，這個 AOC 民調第1的這個事兒呢就聊到這兒啊。從現在到11月決選只剩下不到80天時間了嘛，對不對？那接下來的兩黨對決呢，邏輯啊和猜黨內初選完全不一樣啊。所以這個就是對此呢，我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不會因為啊我猜對了幾場黨內初選就飄飄然了啊，就以大佬自居了，以專家自居了，絕不會。所以說，如果說到了11月結束後，我的分數還比較高，哎呀，那個時候再容我啊掐個腰，是不是啊？這是這樣，現在遠沒到掐腰的時候，那現在還在摸索中嘛，對不對？所以大家有什麼好的建議啊，好的想法，說哎，這個肉哥你應該關注這個，關注那個參數啊，就是我非常需要這樣的幫助啊，就懇請給我留言，給我寫郵件啊。
我是欧唐僧，感謝你的收看，咱們下期節目見。